画一个绿色的包菜。绿色包菜我们用什么颜色呢？来，绿色我们也先用这样子哈，先用一个藤黄，然后头绿加藤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花青加藤黄啊，花青加藤黄。好，把这个头绿加藤黄，把它调成一种这种嫩绿色。好，我们最深的地方再加一点点橙的。好，我们底色还是一样的哈，底色还是不变，这个底色还是用前面这个底色，没有用完，我们继续用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包菜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嫩绿色，把这个嫩绿色调一层到笔的1/3的地方，笔尖上再加一点点这个一丁点这个深绿色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画。随便找了一个地方画啊。我们这一朵包菜形我们已经分解了好多次了，我们就不做分解了，我们先画这个中间的包起来的。包起来我们可以分为4块画，也可以分为3块画，就是这一块往里包，从3个方向往里包。然后包完之后，我们再把所有的伸出来的反半里面的正半补齐，补齐了之后，外围的再来一穿这个展开的花瓣，这朵花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画这一块啊，从这个左上往右下包的这一块，先这个包起来这种反半啊，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，笔尖要沾一点点深色。好，我们一层一层的啊，一层层的往外展开，往外包，一层大一层小，每一层它都有这个区别。嫩嫩绿绿的颜色，有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去点它。好，补充一点颜色。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一直讲的这个颜色调均匀，你们颜色都调的均匀吗？能够调均匀吗？好，注意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调均匀之后，你这个画的这个颜色才会好看。没有调均匀，你画出来这个花它就是干干的，就显得很枯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里又来一半大的，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加颜色，补充颜色。好，大的外面又来一层这种，颜色没有调均匀啊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，加了一点胭脂的那个底色，是有底色的啊。
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你看我这个笔尖上有的时候没有调均匀。好，多一点点这个层次。我的水分是很多的，大家画的时候不要像我这么多水分啊，就是水分多了，你可能初学的朋友可能很难掌控好这个水分的，就是你要熟练了之后，你才能去掌控好这个水分。所以初学者，尽量你的笔上的水分少一些。你看我画了这么久都不用加颜色，不用加水，不用加底色，因为我这个笔上里面这个水分够充足，所以我画了这么久。但是你们掌控不好水分的时候，刚开始尽量让这个笔上的水分尽量少，就画几笔的时候就去加一下。等你们以后画得非常熟练了，你能够掌控好这个水分的时候，好，这一块已经画完，那我们再画这一块左下往右上包的这一块啊。来画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然后加一点点笔尖，再补充一点点，笔尖这个深色还不够，一层大的，我们再来一层这种小的，让它有一点这种叠加的这种感觉。好，一层小的，我们再来一层大的啊。里面还有这种很多这种细节，往里包。往里包，好，这一块我们就画这么多。这个包起来这种花瓣，这个外面也画一些啊，也来一些。好，这一块我们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一边，从这个右上往左下包的这一块。那这一块我们的形状稍微的画的长一点点，就让它的形状跟前面这一些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，有一些很窄。那这种反瓣有各种姿态的。就是不能说一成不变的，我们全部都画成圆的，而且我们画的时候可以随意一点，不用说我们要把每一个都画得清清楚楚，一朵花里面要有一些这种虚的东西在，这样子整朵花的这种完整性才更高，它有这种虚实的这种变化才更符合画理。当你把一朵花里面的每一个花瓣都画的表达的清清楚楚的时候，那这朵花它就失去了这种精神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反瓣就已经画了啊，已经画完了。那我们现在去补充，里面的正瓣，把这些所有的现在这些反瓣，现在画出来这些反瓣里面的这个正瓣，所有的正瓣都去补齐。补正瓣的时候就从缺口里面去补哈，哪里有缺口我们就往哪里补。好，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这个花青，然后我们去补充里面的这个正瓣。那像我为什么像这样子画啊？先打这个架子，然后去画，我完全可以一边边的把它画完，直接画过来。但这样画是让我们的新朋友这样子好理解，我们把它分解开来。
这样分解式的去画，你们更加就容易好接受、好理解。等你们画的时候，就会把一个很难的东西，把它简单化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一步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正半，所有的这个反半里面的正半把它补上去。现在我发现这个笔上有一点点干了，有点点干，我们先画一下，看一下干到实在没办法画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加水哈，我们再去加，还画一会儿，看一下能不能再画一点点。画到实在没办法画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加。加一点底色啊，笔上干了，加一点底色。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让它这个花瓣里面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添花瓣了。我们把这些现在所有的反瓣里面的正瓣是不是都补完了？补完了是吧？补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做的就是往外展。
好，我们现在再从外面展开，这个外面的这一层的这一穿的这个大花瓣。看一下哪里需要花瓣，我们就去往哪里去加花瓣。从外围哪里有缺口，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大胆的去加哈，大胆的去加，在后面我们再去细心的再去收拾整个花型。好，我们现在没有底色，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。调色是这个藤黄，第一个是藤黄，第二个是这个头绿加藤黄，第三个是花青加藤黄。好，这是这几种颜色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外穿的这个大的花瓣。外面这一串的这个大花瓣，我们看一下要怎么画。这样子来一个。好，感觉这个花瓣有点卷起来，这种正反般的组合。颜色要调匀哈，笔上没有底色，我们就加一点点水，加一点点底色，再补充颜色。这一块看一下再怎么去补充花瓣。来补充一些这种比较碎一些的花瓣啊。那有大的，我们就要有一些小的碎的花瓣。好，这边画这么多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从慢慢去，刚开始都是大胆的去画，后面我们要慢慢去补充，看一下哪些地方需要去加花瓣。那这个花瓣我们加长一点点。不要让它这样子圆过来，太圆了不好看。
好，补充多一点颜色，补充多一点颜色。现在就是大胆的去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。然后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。来，外面加一层这种小一点的这种细节。让层次显得多一些。好，我们加水还是要加的哈，就是笔实在干了，我们就要加一点水，加一点底色。有点方了，现在发现这朵花有点方，那有点方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一点花瓣。这整个有点方了，是吧？有发现它方了吗？方了，我们在这里补充一个花瓣，破一下它的这个方。然后看一下哪个地方缺口。好，把这个缺口稍微灭一点点，这个缺口跟这个缺口有点类似。当有缺口类似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是调整哈，调整整个花型。有点类似，我们把它改变一下。这一个花瓣，我们再让它再伸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就这个形状了啊。虽然说画的同一朵花，但是每次画出来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啊。然后把这个花心中间部分用最深的颜色，把它还是要一层层的。既然它是一个包菜型的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包啊，就是不能包到一半就不管它了，还要继续包，中间的地方也要包起来啊。然后这个包菜型的它就这么包完了，水分还是挺多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渍，
这个边缘上还是都有水渍的。